净瓶杨柳手中持，起死回生法力奇。拯救凡人千怪小，慈悲先胜万魔之。是人们用来描述观世音菩萨的诗句，由此可见观世音菩萨法力高强，还能够普度众生。按照常理而言，这位有无边法力还心怀天下的观音菩萨应该去成佛才对，为什么却迟迟不成呢？其实不是他法力不够成不了佛，而是他本身就不愿意成佛，并且他还有其他身份，就连地位至高的如来佛祖都要叫他一声尊者。那么他究竟是何身份呢？不成佛的原因是什么？观音菩萨的由来，观音菩萨全称为南海观世音菩萨，是佛教四大菩萨之一。在世人眼中，他可以帮助自己度过各种难关，消除身体上的病痛，让其一生都幸福平安。而在民间传闻当中，关于观音的描绘更是入木三分，让人们对观音印象更加饱满真实。说这观音本来是西方下界一国的三公主，取名为妙善，人称妙善公主。因为她的佛性极重，与释教也非常有缘，所以哪怕她贵为三公主，也没有骄纵，目中无人，反而淡泊名利，并不在意钱财这些身外之物，最后离开了皇宫，遁迹佛门，修成正果。而妙善公主在成为观音不久，魔界就统领了三界，导致民不聊生，天地混乱，诸多菩萨和佛陀也惨遭魔族屠戮，灰飞烟灭。见此情况，观音临危受命，前往凡间拯救世人。只见观音头戴白纱风帽，脑后顶着佛光，左手托着他的法器白玉净杨柳瓶。虽然面目慈祥，但在和魔族的对峙当中，却丝毫不落下风，最终凭自己的力量，让众生避免了这场劫难。从此，观世音菩萨的美名更是传播到了大街小巷，流传至今。观音早被世人当作了消灾解难的化身，是一个至高无上的神灵。在《西游记》里面，更是承担着重要角色，为唐僧师徒四人的取经之路提供了诸多帮助，就连佛祖都要尊称他一句尊者。话说，这唐僧原来是如来座下的金蝉子，因自己轻慢佛法，被如来贬下凡间磨练。巧的是，身为凡人的唐僧失去了一切关于天上记忆，也毫无法力傍身。可他金蝉子的身子还在，吃了以后依旧可以长生不老，这也就导致了唐僧这一路走来遇到诸多风险，观音便一路为他们指点迷津，并默默保护着唐僧的安全。当然，刚开始观音并没有负责当他们的引路人，主要是如来想让更好的磨练唐僧意志，帮助他快速成长，所以要让唐僧历经991难，才能够回到自己的位置。只不过如来又深知唐僧现在只是一介凡人，要是独自前往，怕是会折在路上。即便有孙悟空、猪八戒等人和他一起前往西方，也难保路上不会出什么岔子。思前想后之下，如来便想要再派出做下一人，暗中保护他们这师徒四人的取经之路。如来先是问座下弟子谁愿意前往，观音见大家都在沉默不语，便自己主动应声前往。这个时候佛祖说道，要是别个那便真去不得，但要是观音尊者的话，方可去得。要知道，观音可是佛祖底下的弟子，为什么会被佛祖反过来称为尊者呢？多重身份，地位尊贵，其实观音并不是我们片面理解那样是一个单一身份的人物，他其实有着其他身份，在《西游记》当中里面就有清晰说明。当时唐僧因受到观音的指引，给孙悟空戴上了紧箍咒，只要一念紧箍咒语，孙悟空就会头痛欲裂，以此来限制孙悟空的行为。孙悟空气不过，便找去了观音，大声说道，你这个欺佛之师，有着诸多办法和宽大胸怀，为何要用这么个办法害我至此？直接道出了观音的另一个隐藏身份。因为观音曾经在过去点化过毗婆尸佛、尸气佛、毗舍浮佛、拘留孙佛、拘那含牟尼佛、迦叶佛、释迦牟尼这7位佛祖，也正是有了他的点化，7位佛祖才能够修成正果，
实乃他们的人生导师，身份尊贵。继而别看观音在明面上是如来座下，实际上自然身份要比他们尊贵许多，也怪不得如来会称他为尊者了。除此之外，观音还是五方五老之一，就连天帝在举办蟠桃会的时候，还特意嘱咐了一定要邀请五方五老前来，可见他们在天界的重视程度、地位之高不言而喻。这个时候就会有人和他不成佛相互关联，认为观音已经了至高地位，成佛也只不过是多此一举罢了，自然是不屑成佛。只能说这个想法实乃太过狭隘。实际上观音并不是这样的想法，而是他心怀众生，并不愿意前往西方极乐世界成佛。心怀众生，放弃成佛，因为观音要是前往西方成佛，就不能随意下凡插手人间的事情。就连佛祖想要保护唐僧众人，还要派其他人去，就能看出成佛有着诸多束缚。但观音又放不下这芸芸众生，在修行的时候就说过自己要度尽天下人之后再去成去佛。众人又何其之多，苦难更是数不胜数，仅凭观音一人之力，又怎能全部度完呢？而在民间传言当中，还有说到观世音本来在去成佛的路上，在距离成佛就有一步之遥的时候，遇到了一位被老虎追赶的老妇人，为了让这位老妇人免遭虎口，便出手将其救了下来，失去了这次成佛的机会。但这也看出了观世音的救世之心，要是他为了成佛忽略了这位老妇人的话，哪怕他在日后成了佛，也不再是那个当初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。估计观音也看出来了这一点，想着成佛虽然是大部分修行者的心之所愿，但却违背了他守护众生安好的初心，便主动放弃了成佛的机会。即使身不是佛，却以慈悲为怀，早就成佛。正是这份心和行为，让他被众人敬仰，受到万世香火的观世音菩萨，成为了众多佛教者心目中的信仰。现如今天下一片祥和，人们安居乐业，估计这也是观音最想看到的一片盛世。